明明刚将敌人暴揍了一顿，可现在却要邀请敌人加入自己的势力。柳时星疑惑：你对仇人也可以这样吗？韩载和认真道：这就是我，不管对方是不是仇人，只要有我想要的能力，我就会得到他。柳时星又问：如果自己又背叛你怎么办？韩载和坏笑道：那就是我看错人了，当然还会再次报仇。有些释然的柳时星让韩载和给自己一点时间收拾吧。就在这时，西高的小弟向韩载和汇报大事不好了，我们西区的人被攻击了。韩载和奇怪，现在应该没有人会来攻击啊，该不会又是你吧，柳时京？可柳时京现在连可以命令的部下都没了，他也不知道是谁做的。程一天让韩载和先休息一下吧，自己先过去看看。韩载和让他小心一点，因为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江北西沟因为韩载和的大捷而士气大振，完成主线任务的金秀贤也获得了一张大师卡牌，这次的技能名为灵丹。金秀贤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东西，但他现在必须要赶快采购完好回去了。金秀贤买了大量的培养卡牌，想让大家成长。就在他乐此不疲的大购物时，一张特殊的卡牌吸引了他的注意，那是燃烧组员潜力与头脑，让战斗力暴增的交易卡牌。金秀贤瞬间想到，徐金泰就是被赵允使用了这张卡牌。虽然这张卡牌非常危险，但金秀贤犹豫过后还是将其买下。与此同时，张志赫正在找突然消失的主君。经过一场战斗的，大家状态都不太好。千太浩为了整装先回办公室了，后面应该会跟何善宇一起回来。就在这时，又有小弟汇报大事不好了，天区的人都被攻击了。石恩亨疑惑，这场战争不是结束了吗？现在这种情况又是谁做的？张志赫立刻下令找出袭击的人。这时一道低沉的声音表示，应该没这个必要，因为我已经亲自来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顿时懵逼了，因为来人正是江北北高排名2的丹尼尔。他难道这里也没有啊？石恩亨没想到丹尼尔偏偏在这种时候出现，现在必须要拖延时间，直到前太后到达。下一秒，丹尼尔就出现在池恩亨眼前，他一眼便看出池恩亨的小心思，于是疑惑地问：千太后来了，能改变什么吗？池恩亨立刻出拳偷袭，可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自己的身体就已经倒了过来。丹尼尔告诉他一件事，要懂得量力而为啊！西高的其他干部立刻一拥而上，然而他们都太弱了，没有人是丹尼尔的一合之敌。他冷冷道：我不会再放出善意，要死要活都是你们的选择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程一天到底在哪里？丹尼尔希望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可张志赫却告诉他绝对见不到程一天，因为张志赫知道程一天跟他见面会有危险，西高就算会死也要守护程一天。而丹尼尔见不到程一天的理由，是因为张志赫已经告知他丹尼尔出现了，所以让他尽快逃跑。丹尼尔沉声道：那我就继续打听。然而下一秒他的身体也倒了过来，因为程一天使用卡匹复制了丹尼尔的和气道。程一天向军师道歉，因为他们都说要以死来守护自己了，所以程一天无法做到逃跑。他向许久不见的丹尼尔学长打招呼，而再次看见程一天的丹尼尔终于是笑了出来。他关心程一天最近过得好吗？而程一天依旧质问丹尼尔为什么站在赵允那边。丹尼尔反问：你想听到什么答案？程一天想知道他变成这样的原因。之前他们3个人的时候明明很幸福，丹尼尔为什么要背叛试探学长，又为什么要成为赵允的手下？程一天非常想知道他跟赵允筹备的远大计划到底是什么，但丹尼尔也不想多说，过去的他都可以忘记，现在只要程一天回到江北北高吧，不然后果连丹尼尔也无法负责。他这是在给程一天选择的机会，而程一天打出卡波耶拉作为回应，他绝不可能再回到北高。丹尼尔淡淡道：你成长了不少啊，这还差得远呢。他笑道：不愧是程一天，依旧是没有任何防守价值的攻击。程一天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迅速调整身位，随后一记强悍的左勾拳打出。他疑惑，不是说没有防守价值吗？你怎么防守了啊？丹尼尔认出了这是景逸镇擅长的勾拳，程一天再次打出骨流武术，抬根推开了他。丹尼尔惊讶程一天竟然会靠柄，他疑惑程一天原本就有这种能力吗？张志赫也难以置信程一天竟然占上风，丹尼尔居然被压制住了，眼看自己的攻击奏效了，程一天从现在开始必须要把那个人的技术全部使用出来，可丹尼尔却依旧淡淡道：这可不行，你差点吓到我了一天。程一天根本看不到丹尼尔的攻击，他被很随意的就击倒了。程一天不愿相信自己都变这么强了，结果还是不行吗？丹尼尔问他改变想法了吗？程一天现在不能待在西高，丹尼尔会想尽办法把他带回北高。张志赫立刻下令去拯救程一天，西高的所有小弟顿时一拥而上。正在往回赶的韩载和跟柳时京打架的伤害太大了，他明白现在这个情况能依靠的只有2个。韩载和打电话给何善宇求助，而何善宇已经派吕布过去了。千太后兴奋地大吼：丹尼尔是我的！既然如此的话，韩载和只希望程一天能撑住了。一阵奇怪的动静令他逐渐醒来，程一天疑惑这是什么声音，而此时西高的小弟正在不断求饶。程一天顿时傻眼了，丹尼尔向他解释自己正在折断他们的手，直到你答应回到江北北高为止，所以你现在有要回来的想法了吗？张志赫明白一切都结束了，千太后离这里太远了，在他来之前就会全军覆没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这时一只手却出现在张志赫头上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眼泪就流了出来。
张志赫都忘记了，他都忘记还有主君在了。丹尼尔也没想到金秀贤会过来。赵宇身旁的女人疑惑，金秀贤来了会有什么改变吗？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彻底封印金秀贤了，所以从那时起金秀贤就不会再成长。赵云也知道是那样没错，不过他发现似乎出现了一点变数，丹尼尔可能会有危险。江北西高曾经尊敬金秀贤的同学们，现在手臂被折断于痛苦中倒下。金秀贤开始对自己使用所有培养卡牌，他告诉丹尼尔不该这样做的，而丹尼尔只是觉得他变有趣了。难道背心金秀贤又变强了吗？丹尼尔对赵允大人的决定感到遗憾，之前就应该解决金秀贤的，不过现在也没区别。丹尼尔明白，只要赵允大人一行动，西高就得完蛋，而金秀贤的新任务却依旧是从丹尼尔手上活下来。丹尼尔告诉他，江北西高会在今天消失，这也将会是你的结局，而我会把程一坚带走。攻击落下的丹尼尔却感到奇怪，因为他没有把力量调节成金秀贤挡得住的程度。丹尼尔能感觉到面前的家伙跟那时候不一样了，金秀贤变强的速度很不合理，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，在短时间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丹尼尔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金秀贤是耍了什么花招吗？程一天明白这跟自己不一样，金秀贤是真的占上风了，但正在战斗的他本人却知道不对，金秀贤并没有占上风，因为他根本没有造成有效打击。丹尼尔跟 X 级的千太昊完全不同，金秀贤惊讶3X 的能力值竟然会更强这么多吗？而赵允清楚的知道 X 级之间有着天与地的差异，从一个 X 到双 X 需要非常多的培养卡牌，丹尼尔的能力值就是用了非常多培养卡牌的成果。现在赵允要独自一人收复失地了，他并不担心丹尼尔，因为金秀贤不可能打赢他，等级之间的差异无法磨灭。赵允明白金秀贤唯一赢的希望只有叫过来卡牌，但那张卡牌也在与景一阵的对决中用掉了。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金秀贤把江硕的无敌摔跤手叫了过来，他大概知道自己跟丹尼尔差这么多的原因了，能力值差很多的话，只要升级不就好了吗？金秀贤的能力值因为无敌摔跤手会慢慢上升，而他的话正是对赵允所说的。另一边的赵允奇怪这是怎么回事，实际上金秀贤在购买一大堆培养卡牌后，就开始看其他有用的卡牌了，然后他就看到了可以初始化卡牌冷却时间的技能。赵允没想到金秀贤竟然有这种卡牌，他瞬间猜到金秀贤拿到了卡牌自助餐。随后金秀贤叫过来了复仇鬼，然后把木剑拿了出来，因为他还把视线流叫了过来。现在这是金秀贤的全胜状态，他只有2分钟的时间，在这2分钟之内，金秀贤必须要赌上一切。而他突然的大幅度变强，令丹尼尔感觉到了不对劲，眼看金秀贤的攻击就要落下，可另一边观战的赵允却逐渐笑了起来，因为丹尼尔的专属超越技能是以柔克刚，可以无视对方的攻击，并使攻击无效化，还可以在防守后以2倍伤害回击。这个技能用在金秀贤身上是绝配，因为视线流失去耐力的他根本扛不住回击。程一天顿时傻眼了，而因为以柔克刚效果，金秀贤的无敌摔跤手以及复仇鬼都被取消了。赵允知道一切都结束了，他身后的女人要去把金秀贤带来，因为赵允从现在开始会很忙。任务弹窗再次对金秀贤发出警告，若主线任务失败将没收全部奖品，以后也将不会再出现任务。金秀贤不愿就这样结束，丹尼尔把他拽了起来，然后用连金秀贤都听不太清的声音进行对话。他让金秀贤安静回答自己的问题，你也是那样吗？你也跟赵允拥有一样的东西吗？